大哥，大哥。让自己的未婚妻毁了林阳，你可真舍得啊！我这不都是为了未来的大嫂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让这个垃圾得逞的。时间长河开，逆转时光。大哥，大哥，顾千雪，我真的拨开时间长河，重生回来了。畜生啊！畜生！从今日起废除林阳嫡子之位。5种杂属性灵丹的修炼废体，害我沦为笑柄。我苏颜今日就当着仙家百族的面，用金剪断你全身骨骼。我来。再断你全身筋脉，宣布和你这个畜生退婚。我林成坤，林家嫡子，天生天灵根，而你林阳现在名声尽毁，全身骨骼尽碎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跟我争啊？真的是重来一世。顾千雪，我的好弟媳，你说既然我那弟弟这么舍得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通知下去，1个小时之内谁都不准进这个房间，违者就地处死。他怎么敢呢？他怎么敢？他自诩金子，应该拼命维护自己的名声啊！他好像突然变了性子，难道之前都是他装的？通知下去，1个小时之内谁都不准进这个房间，违者就地处死。糟了！你请老爷子，快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凭你们2个废物也敢拦我？不管您是谁，领上命令，强长者处死！这都半个小时了，便宜林阳这个畜生了。苏爷还没把老爷子请过来吗？林阳，你个王八蛋！当着我的面睡我林成坤的女人，我可是林家二少爷，敢拦我，不要命了！乞丐！谁这么大口气啊？这怎么在我门口叽叽喳喳，还敢打我的人呢？林阳，你疯了！顾千雪是我的未婚妻，我都没碰过，被你糟蹋了，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解释？哦，你的未婚妻还挺润的。林阳，你……哎呀，我说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林阳，你还敢打我？我是爸最喜欢的儿子，你敢动我，你不想活了！我问你叫我什么？大哥。叫我什么？林大少爷。这就对了嘛！我告诉你，我才是林家的大少爷，你庶子永远是庶子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永远上不了位。睡你女人又如何？我一句话，让你滚出林家就未尝不可。住手！林阳，老爷子正在来的路上，你身为我的未婚夫，
却在这里勾搭你弟弟的女人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打我苏颜的脸吗？苏颜，你还知道你是我未婚妻啊？蛇蝎心肠的毒妇，前世和林成坤暗通取款，断我全身骨络，还挑断我全身经脉。未婚妻，林阳，过了今天就不是了。你身为林家的嫡子，却在今天敢睡林二少的未婚妻，谁知道以后还能干出多少丧心病狂的事儿来？你可不配做我苏颜的未婚夫。我睡了他林成坤的未婚妻又怎么样？苏颜，你别忘了，我林家跟你苏家结亲，是你苏家的荣幸。林阳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你是不是忘了苏家当时是怎么跪着求我的了？而我又给了你苏家多少荣耀和权势？你呢？你尽了你未婚妻的责任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跟我的好弟弟在监控里看的还不清楚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林阳，我劝你不要太猖狂。西门试炼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成坤的强大。杨少，是林成坤跟我说他拥有高级修仙灵根，所以我才答应他引诱你的。贱人，你背叛我！林成坤，我已经是杨少的女人了，是你亲手把我送到他床上的，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。说出来又怎么样？林阳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弟弟成坤天资绝顶，已经被仙人看中了。只有拥有修仙灵根之人，才有资格继承林氏。他天资绝顶，被仙人看中啊？那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林阳没有修仙资质呢？你怎么可能？拥有修仙灵根者100万分之一。成坤拥有修仙灵根，只有他才有资格继承林氏，而你也配。少爷，蓬莱仙山仙使驾到，召开仙门试炼大会，家主让您参加。仙门使者莅临，成坤，你一飞冲天的机会来了。林阳，仙门试炼开启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？等测试出你的废物资质，被林家赶出家门，便是你的末日。末日。林阳，五行杂灵根，下品非灵根呐，淘汰。金木水火土5条灵根，这是最下等的杂灵根。1条灵根修炼速度最快，而5条灵根相生相克，就算是修炼100年，都不如1根灵根修炼1年，简直就是废品中的废品。5条杂属性灵根的修炼废体，害我成为笑柄。我苏颜今日就当着仙家百族的面，用金剪断你全身骨骼。没有上古功法，整个仙门都不懂5行灵根才是天下第一的灵根，把我当废物。这一世我已经学会了5帝大魔神通，论资质，林成坤的天灵根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林阳，傻了，现在知道怕了，跪下了求我，我答应只断你全身骨骼经脉，留你一条狗命。林阳，你还敢打我？行，等仙门试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啊，那我就在仙门试炼大会上把你的骄傲彻底粉碎。滚！杨少，你和林成坤彻底闹翻了，万一他……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的未婚夫林成坤呢？林成坤为了夺位，不惜给我下药，送到你的房间去陷害你，早就已经不是我的未婚夫了。林少，从今往后，我顾家愿意为奴为婢，祝您继承林家，早登仙门。你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。走吧，我这就去见这所谓的仙门试炼。如果说林成坤已经被仙门使者认定为弟子，那这一世我便逆了这仙，伐了这天。今日龙城世家弟子齐聚于此，仙门试炼，灵根开测。灵根中最次者为5行灵根齐聚，之后依次为4灵根、3灵根、双灵根，而上品为金木水火土单灵根，最优者乃天地灵根。今日4大仙门收徒，
唯有双灵根以上者才有资格进入4大仙山修炼。诸位，开始吧。我先来。秦莹莹，水属性单灵根，是个好苗子，可入4大仙山为内门弟子。我就知道，以我的天赋，定能被4大师祖看中。多谢长老。我来。柳成，水木双灵根，中等资质，可入蓬莱仙山为外门弟子。能进入仙山修炼，已经是鱼跃龙门，飞升指日可待啊！多谢长老。我来试试。不错不错，竟然是稀有的木属性，可入内门弟子。日后你可一读双修，辅助师兄弟们修炼战斗。多谢长老。没想到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找到2个不错的苗子。今年4大仙门只招收双灵根以上资质的弟子，双灵根以下唯有淘汰，更别提某些废灵根。林阳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今天就躲在家里不出来，也省得在龙城所有世家百族面前丢脸。灵根还没测，乾坤未定，你们怎么就知道林少是废灵根？能修仙者少年时早有征兆，就算是没有测灵根，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。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样的灵根才是真正的绝世天才。林成坤果然和前世一样，100万中无一的天灵根。不过这一世，我会在你最荣耀的那一刻，把你打入地狱。天灵根竟然是100万中无一的天灵根！我们的大会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天灵根，如此天才，定能成为我蓬莱祖师的金传弟子啊！这是有成仙资质的绝世天才呀！既然是稀有的天灵根，不愧是二爷，这可是万里挑一的修炼圣体。由此修炼体质，我林家崛起势不可挡啊！竟让我找到了一个稀世天才啊！日后你们林家一定可以凭借此子飞黄腾达。区一个天灵根就让你这么得意忘形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的天骄。林阳，你就别逞强了。整个龙城谁不知道你就是一个废柴，此生都与修仙无缘。哎呀，为父知道你想为林家争光，可是你也用不着说这样的大话呀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求求陈坤，有他的提携，即便你没有资质，说不定也能带入仙门呐。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？像你这种废材，如果上去的话，怕是只会给林家丢脸吧？还妄想与绝世无双的天灵根相比，笑话！林阳，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，你连我苏颜都不如。金属性上品资质，10倍修炼速度。苏家长女有如此资质，如此修炼天才，可成为我的亲传弟子。多谢赵长老。长老亲传，这苏家将来必定崛起啊！众所周知，我苏颜自幼便与林阳有婚约，但他天生废材，又与自己的弟媳有染，放浪形骸，不知羞耻，不配入仙门，更不配得到成坤的提携。今日我就当着龙城百家的面，与他林家林阳退婚。退婚？苏颜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你今天的选择是多么有眼无珠。住手，林阳！拿开你的脏手，还让我后悔。像你这种肮脏的人，只会弄脏了测试灵杯。这林家的大少爷竟然和自己的弟媳有染，这林家的脸面呐，都被这小子给丢干净喽。没错，林家的二少爷是天灵根，没想到这林家弟子竟然有这种小人。
我们林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障啊？退婚，林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林阳，你听到了吗？我苏衍成为仙门长老弟子，将来是要登天门得道成仙的。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不要纠缠我苏家，更不要拖我的后腿。今天这婚，你就算再不愿意退，也得退。苏家的长女乃是万中无一的极品金灵根啊！依靠着她，林阳日后说不定就有机会进入仙门。没想到林阳这小子竟然是如此的不识好歹啊！我林阳不需要靠任何人，区区一个垃圾金灵根罢了，还真让你们当成宝了。放肆！大胆！极品金灵根乃是万中无一的灵根，你竟然敢说它是垃圾！你真是个畜生啊！你给我跪下，磕头赔罪！林阳，你还真是狂妄啊！敢嘲笑极品金灵根，你这是在质疑仙门的眼光，辱击仙门，你还真是罪该万死啊！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各位，我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灵根是垃圾，我是说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。哦，还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天灵根都是垃圾。你说什么？猖狂至极！小子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去测试你的灵根吧。若是超越不了天灵根，本座必将你打入无间地狱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配叫极品，什么才配叫天骄。大胆！畜生，你真敢测试啊！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林家吗？哎呀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林阳，你的灵根呢？本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废灵根，没想到你连个废灵根都没有，真是给我们林家丢脸呐！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自己去死了算了啊！连极品金灵根和天灵根他都看不上，现在自己居然连灵根都没有，还真是可笑啊！可笑至极。没有灵根的废柴，真是连垃圾都不如。无知！五行轮转，起！金灵根，他居然有灵根，怎么可能？木灵根、水灵根、火灵根、土灵根啊！五道光、5条灵根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有5道灵根呐？5道灵根，难道林阳是绝世天骄，修炼天才？金木水火土5个灵根，这是最下等的杂灵根。1条灵根修炼速度最快，5条相生相克，就算是修炼100年，都不如1条灵根修炼1年，简直是废品中的废品。哼，没错，五行灵根乃亿万中无一的废灵根。就算是没有灵根的人，只要服用了天材地宝，也能提升修为。可唯独这五行杂灵根，只能是浪费了天材地宝的灵力，不能提升半分修为。林阳，五行杂灵根下品淘汰。好啊，林阳，真是可笑啊！刚才你那么狂妄，我还真以为你能测出什么极品灵根呢，没想到竟然是五行废灵根。林阳，我劝你呀，还是尽早认命吧。我早就说了，不让你上前测试。如今可好，竟然测出一个无形废灵根，真是丢尽了林家的脸呐！这林家可是龙城之首，各种天材地宝砸下去，竟然只砸出了一个废灵根，连我都不如啊！这林家大少爷和二少爷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云泥之分啊！我看林家将来的基业啊，要重选继承人喽。不错，林晨坤有天灵根，这样的天赋当入我蓬莱仙山修炼。至于林家大少嘛，资质平平，我看呢，
就不要倾注太多心血了，干脆逐出林家，可不能耽误了二少爷的成仙之路啊！可是林阳好歹是我林家的嫡子啊，这嫡子又能怎么样？我看远不如林家庶子的天赋。林老，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该扶持谁吗？五行灵根是无法修炼的废灵根。那倘若我要是说五行灵根是修炼圣体，你们又当如何呢？有谁不知道五行相生相克啊？5条灵根，那便是天生废体，无法积攒灵力。就算是你修炼100年，只怕也不如仙门一个扫地的吧。要是你能修炼，我苏颜向你叩头赔罪，成为你的婢女，如何？哼，100万年来，仙界已达成共识，五行杂灵根它就是废灵根。啊，你要是能修炼，我拜你为师。哦，我还一步一叩首的请你入我蓬莱仙门。徒弟，婢女，你们不配。五灵合一。五灵合一，林阳，你再怎么挣扎也不过是个废灵根而已，不要再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贻笑大方了啊！果然和前世一样，上辈子所有人都把五灵根当成了废灵根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五灵根只要配合功法，便能五行合一，大道至简，达成最强灵根。白帝金黄，黑帝水黄，黄帝土黄，五帝通神，五灵合一。中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五行灵根还能相融呢？就算是融了一个又怎样？他还是一个4灵根的废物，连仙门测试都通过不了，更别提得道成仙了。没错，林阳，你还是认命吧，你这辈子都只能是被我踩在脚下。认命，我不认。只要配合上古心法，五行灵根就是真正的修炼圣体。又融合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五行灵根相互融合，这神迹啊！难道这五行灵根真的是修行圣体？我们仙门，难道这五行灵根真的是修行圣体？我们仙门难道真的错了100万年吗？融了，真的融了，4灵根变成了3灵根。中了！3灵根变成双灵根了，真的是100万年难得一见呐！哎，竟然从五行灵根变成了双灵根！看，还没有结束，还在继续。难道他要变成了单灵根吗？不可能，林阳就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。五行灵根分明就是无法修炼的废灵根，怎么可能融合成单灵根？难道我们林家今天要出2个天才？杨儿竟然也是极品单灵根呐！没想到林家出了2个极品体质啊！看来这个大少爷也不是个池中物啊！就算融成了单灵根又如何？他林阳照样是个废物。就算是融成了单灵根，也不及我天灵根的1/1000。他林阳只能是我的脚下泥，我才是万中无一的天骄修炼圣体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什么才是天骄，什么才是修炼圣体。人山为先，五灵汇聚，这难道是1万年一显的仙灵根吗？仙灵根，仙灵根是什么？林阳，你搞什么鬼？
策灵碑已经无法承载他的力量崩裂了。天有异象，地动山摇，一定是有仙人降世。这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天骄仙灵根吗？仙灵根，天地灵根已然是世间极品，现在竟又出了一个仙灵根呐！荒古纪元有过记载，五行神体本为修炼圣体，只是需要配合功法才能五行合一。现如今功法消失，五行神体成了废体，林家小子竟然知道如何五行融一？仙灵根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应该是一个废材吗？赵长老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对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仙灵根？那可是万世都不出一个的极品修炼圣体啊！一定是这小子用了什么手段。天有异象，神兽跪拜，这难道还有假？林阳，他真的是仙灵根呐！究竟谁是废柴，谁又是天骄？现在各位清楚了吧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林阳若真的是仙灵根，那我刚刚竟然拒绝了一个仙灵根。恭迎四大祖师！恭迎四大祖师！小伙子资质不凡，可愿拜我等为师，入我四大仙山修炼？四大祖师居然要收他为徒，阳竟能有如此机缘？不可能，我才是天骄，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会得四大祖师的青睐？林家嫡子竟然能攀附上四大仙山，那林家能得到四大仙山的庇护，岂不是俗世间无人能与之抗衡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林氏嫡子果然是天骄啊！不枉费我这么多年来对他寄予厚望啊！林阳竟然隐藏得如此深，导致我以为他是个废灵根轻了敌，现在竟然让他得了机会，一飞冲天。林少，能拜入一个祖师的门下，那都是旁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四大祖师愿意收你为徒，还不赶紧答应啊？林阳，天大的福气降临在你头上，还不赶紧跪拜祖师？我不愿意。什么？我说我不愿意拜师。小伙子，你怕是没听清楚，是我们四大祖师要收你为徒。别说是我们四位联合收徒，哪怕是其中一位愿意收徒，也是你整个家族的荣幸。快跪下，拜师谢恩吧！上辈子就是这群为老不尊的家伙，联合林成坤毁家灭世。重来一回，既然他们无德，那我便推倒仙门，重建秩序。想做我林阳的师傅，你们不配。林阳，你胡说什么？还不快跪！你得罪了四大祖师，别说你林阳，恐怕你整个林家都得遭殃。逆子，飞升的机会你不抓住，还敢不进仙门？你是想把我林家拖入无边地狱吗？林少，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大机缘，别人想要都来不及，你怎么能拒之门外呢？上一世，我被逐出林家，被丢弃幽谷，险些身死道消。幸得红军老祖相救，收我为徒，传授修炼之法，才得以成为万劫之主。想让我下跪拜师，他们不配。我林阳的机缘不在此处，四大仙祖还不配收我为徒。你竟敢对四大仙师不敬！别说仙师们大度，我柳家也必定要替天行道，灭之！没错，我孙家也容不得此子对仙师不敬。仙门大会结束后，此子我孙家必灭之。没错，我本以为他林家能一朝飞升，谁成想他竟敢辱骂祖师，我萧家也必杀之。林阳啊林阳，幸亏我及时退了婚约，这要不然的话，就给我苏家带来灾祸了。林阳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可怪不了我了。四大祖师，此事都是林阳一人之错，与我们林家无关。林家愿意将此子逐出林家，听候发落。今日
我便替天道教训教训你这无知小儿。东南方位仙光普照，异象频增，这是有异宝现世啊！看方位，定是龙虎山之处。我们现在赶过去，说不定能拿下仙气。仙气还在龙虎山方位？难道是上辈子的混沌中提前出世了？宝物现世，我们现在就赶紧过去吧。几位祖师，此子不敬仙门，辱骂祖师，当如何处置？算了，无知小儿，不知道四塔仙山的重量，我们不与之计较。但是此子日后不得再入仙门修炼，积极一生，无为而终。哼，林阳，算你小子走运，四位祖师不与你一般计较，饶你一条狗命。若有下次不用四位祖师出手，我定将你抽筋扒皮。哼，林阳，你这没了四大仙门的庇护，就算是仙灵根，那又怎么样？终究还是籍籍无名，蹉跎一生。林阳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成仙的机会就摆在眼前，你都抓不住，而且还开罪了四大仙山。我林家因此在龙城遭受百家厌弃，林家要被你害惨了。爹，快送家长回去休息。林阳，你气得爹吐血昏迷，还连累林家险些被灭族。今日我就做主，将你逐出林家。二爷，仙气出世，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先赶过去，之后再回来处置他。走。林阳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大好的前程，和四大祖师作对啊？如果我要是告诉你，这四大祖师其实个个人面兽心，并且有朝一日会毁尸灭国，你信吗？我信，只是你得罪了四大仙门，只怕日后他们将仙气据为己有，会转过头来对付你。你放心吧，自古仙气都有灵，有缘才能得知。他们几个想得到仙气，做梦！走吧，咱们也去凑凑这个热闹。哇，这果然是混沌中提前出世。上辈子他们穷尽四大仙门之力，也没能强行让混沌中认主，倒叫我捡了个便宜，意外认主。不知道那心诀对这一世的仙气还有没有用？这就是仙气啊！果然灵力充沛。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扯我，让我想要靠近它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可是仙气，有四象阵法封锁气息，寻常人靠近18步，必定会气绝身亡，身死魂消。竟然如此凶险，吓死我了！混沌中可是先天至宝，悬于头顶，可使万宝不侵，立于不败之地。那得此至尊法宝，岂非能称霸天下？若能强行令这法宝认主，我孙家那不就是九州第一大世家？宝物有禁制，有缘者得之。普通人近身100步之内就会灰飞烟灭，金丹期之下没有资格。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被贪婪冲昏了头脑，好自为之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。上，夺宝！丑死！果然仙气有灵，我这几个
连其主机器弟子连5步都进入不了。唯有进入仙气3步之内，才有机会碰触仙气，将混沌钟纳入囊中。金丹一下踏入18步之内，则天地之威降临，犹如10万斤玄铁压制而下，轻则骨碎筋断，重则化身肉泥。竟然这么凶险！家主，弟子萧强金丹期愿意一试。若你为有缘之人，当能进入仙气3步之内。我看他并非这有缘之人，敢上前的话，必是死路一条。哼！无知小儿敢口出狂言，此仙气出世100年难得一见。你懂什么仙缘？不要仗着自己仙灵根就在这儿口出秽言。各大世家修炼者无数，也少有金丹期修士。就算他不是有缘之人，怎么？你以为你就是吗？没错，林阳，你还是闭上你那张狗嘴吧，免得惹来更大的事端。不错，根基稳健，是个修仙的好苗子。实力超群，说不定很快就能进为元婴了。可惜了，他再靠前一步，则有3昧真火焚身，化为飞灰。还敢咒我？今日我若踏出这一步，必要将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修士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再靠近一步，绝无生路。林阳，你还在这大放厥词？张天师都已经说过了，这仙气有缘者得之，凡尘之中只要是有仙缘，便都有得到仙气的机会。哼，林阳，瞪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我是怎么靠近仙气混沌钟的？现在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，你绝踏不出7步，也不可能靠近混沌钟。听我一劝，现在下来，还有一丝生路。进去了！雷阳，你不是说再踏第一步就绝无生路吗？就是，吹牛也不打草稿，这不是已经进去了？说不定啊，萧兄就是那个有缘之人。好像有些不对。难道真被他给说中了？这难道就是3昧真火？林少，你真的猜对了。连金丹期都止于7步，看来他并非有缘之人，注定得不到仙气。如此炽热温度，的确是3昧真火。当时萧强等级太低，惹仙气震怒，小成大戒。金丹期的，还是不要再试了。金丹期以上也不必试了。我说过，4海8荒之内，唯我能驯服仙气。林阳，你少在这落井下石！你要是早听我的话，他还能保住一条命。林少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有缘之人，会被3昧真火烧死啊？不只是他，我告诉你们吧，在场之人皆非有缘之人，你们还是别再试了。嘿呦，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还敢吹牛？孙家，孙思思，元婴期，愿意一试。再试多少次都没有用，你们这群人不过只会白白送命罢了。放肆！我已达到元婴境界，我若不是有缘人，难不成你是？思思，不必理会，你乃我孙家天之娇女，必会与仙气呼应。7步了，已经超过了萧强。孙思思难道真的能进入神器3步之内？嘿嘿，8步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一定能为我孙家夺得仙气。元婴期又如何？他再进一步，则九幽之冰弥漫，冰冻3尺，化为齑粉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再敢触我眉头，我就一剑斩了你。9步，已过半数，看来孙家之女的确有实力。
怎么感觉突然这么冷啊？危险！快退！老孙，这是仙气之怒，9天之法。你要是再向前，我也保不住你。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被冻死吗？是他自不量力，非要探寻仙气之威，如今却被仙气反噬，由此结局也是天注定。快退！九幽之兵的寒气不是我等能抵御得了的。对呀。思思啊，是天害了你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仙气不是凡俗之人能靠近的，你们偏不听啊！你还敢说风凉话？你明知道元婴期不能靠近仙气，为什么不早做提示？林少早都说了，他不是有缘之人，是你们不信，非要让他去送死，这怎么能怪林少呢？还不是他态度不够坚决。要是他以命劝解，我怎么可能不信？说的没错，没错。真是一帮厚颜无耻的小人呐！明明是你们太过贪心，现在反倒回来怪我了。你还敢说？你要是早说清楚其中利害关系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折损这么多人？你莫不是想趁此机会削弱我们4大家族实力，夺此神器？好一个阴险狡诈之徒！先是不敬师祖，现在又设计害死我们这么多人。哼，你们林家真是心狠歹毒之家呀！今日我就算与仙气无缘，也要先将你斩杀于此。不错，龙城容不下此等歹毒心肠，我孙家誓与你不共戴天。林阳，还不赶紧给众位家主跪下道歉，给死去的众人谢罪！我有什么错？我不过就是说了实话而已，是他们不信，让自己的门中弟子一个一个上前白白送命。要谢罪，也是这帮老东西们谢罪。林阳，你想让我们林家成为众矢之的吗？我看林家还是尽早跟他撇清关系吧，等他闯下更大的祸，连累了整个林家。林阳，你真是一个扫把星，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，树敌2多，还想拖累我们林家。本以为你是仙灵根修炼圣体，能给林家带来成仙基业，现在看来，你只能给林家带来灾祸。林家要是不大义灭亲，就休怪我3大家族不讲情义了。各位，今日我代表我爹，将此子逐出林家，从此以后，林阳和林家再无瓜葛。你一个妾室生的庶子，也配在这儿叫嚣？你够了！一个练气期的小子，也值得你们大动干戈，倾家族之力去铲除？还是先拿到仙气再说吧。元婴期无法靠近，可能是修为不深。你一个练气期的小子，就不要口出狂言了。我已入化神境，想要夺得仙气还不简单。师祖，弟子愿意一试。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仙气只有我能靠近，其余的就会和他们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化神期已是天地间少有大能，说不定他便是仙气的有缘之人。小子，等我拿下仙气，就先割了你的舌头，看你还怎么嘴硬。连上7步，纯阳师兄已经超过了萧强。果然是化神期的高手，如此轻松就踏上了7步，看来纯阳师兄是真的有机会得到仙气。快看，11步了！想必此子走到仙气3步之内不成问题。看来是我蓬莱仙山得到仙气的庇佑啊！那就提前恭喜张道长得此仙气了。这喜到的未免太早了吧？我看他也并非有缘之人，再进3步已经是他的极限。纯阳师兄乃化神期，实力强横，连走11步。林阳，你若是上去的话，恐怕连1步都走不动吧？林阳，你等我收下这混沌钟，让你小子心服口服。
13步了。不愧是纯阳师兄，这再走一步就超过林阳所说的3步之线。他若再进一步，则有九幽之木吞其元神，魂消魄散，尸骨无存。住口！林阳，你还敢议论化神期的道长？你真的不想活了？仗着自己是仙灵根，就敢无所畏惧了？一个炼气期也敢妄议化神期？你知道化神期的修为有多高吗？林阳，纯阳道长只差1步就会达到渡劫期，马上就会达到像4位祖师一样的至高境界，岂是你配议论的？如果不信，今晚让他一试，再进一步，则九幽之木吞噬。他会元神消散。林少，你还是别说了。纯阳乃我蓬莱修炼最勤、天赋最高的，将来继承我衣钵的大弟子，必是与仙气有缘之人。那你还是赶紧让你的好徒弟退下来，免得将来你蓬莱仙门后继无人，没落凋零了。混账！竟敢对祖师不敬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再进一步，他必死无疑。住口！瞪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我是如何收服仙气，成为这混沌中之主的。已经14步了，马上就要进入3步之内了。纯阳，怎么会这样？连化神期竟然都无法近身，化神期都被吞噬元神，难道只有咱们这种渡劫期才能靠近不成？仙气毕竟是仙气，谁能拥有它，必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得此先天之宝，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呀。有谁还敢再次尝试？仙气固然能量无限，力量无穷，但只要靠近的人都是白白送死呀！我等恐怕无福消受了。我孙家放弃了。没错，即便是仙气，也不值得我们整个萧家付出全部的精英啊！我萧家也放弃。没错，我们柳家也放弃。既然已经无人敢再次尝试，看来能靠近仙气的，恐怕只有我们4大祖师了。谁说无人再敢尝试了？我来！我看你是想找死，连化神期的高人都走不过14步，你一个炼气期，是打算上去送命吗？你还是别贪图这仙气了，免得送了你的小命。没错，只有4大祖师才能入得这仙气3步之内，得到此等机缘。我若不行，他们也一样。若我面前这4大祖师硬要同时上前，轻则修为尽失，重则身死道消。我若不行，他们也一样。若我面前这4大祖师硬要同时上前，轻则修为尽失，重则身死道消。林阳，你他妈疯了不成？4位祖师可是渡劫大能修士之巅，只差半步就能入大成境界，飞升成仙，岂是你配妄议的？你所谓的修仙之巅又能如何？若非有缘之人，就算是半步神仙，也难进这仙气2步之内。小子，你屡次口出狂言，辱我等人，如今又对祖师不敬，祖师，请容我退出蓬莱，暂破杀戒。不用赵长老出手，我孙家愿意大饶，诛杀他。我萧家也要诛杀他，我柳家也要诛杀他。算了，我们都是世家仙门，何必区一个小辈计较呢？没错，我们4大祖师的神通，岂是他一个小小炼气期修士能懂？不如我们借此机会上去展示一番，拿下仙气，顺便让此等狂妄自大人知晓什么叫修士之巅。有4大祖师出手，定能一举夺得仙气呀！连走12步，轻而易举啊！看清楚了吗，林阳？这才是渡劫期，收服一个仙气混沌中算什么呀？此等实力，当为燕国第一，天下无敌。
步了，已经超过了垂杨道长。四大祖师毫无压力，难道真的能一举夺得仙气？3步之内了，四大祖师快要触碰到仙气混沌中了。若再往前一步，就算是四大祖师也会惹怒仙气，降下9天惊雷，化为飞灰，身死道消。我受不了了！李阳，你这个练气期的废物！你是仙灵根又能如何？还敢诅咒四大祖师？李阳，你可知道渡劫期大能已经是半步神仙，祖师们有如此实力，岂会空手而归？不信我的话，且等4位祖师再向前一步，从此这世间便又少了4个渡劫期的高手。祖师们，现在回来还来得及，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。我们集4人之力，只要再进一步，就能蹦出混沌中，得到仙气，我们的功力就会更进一步得到飞升，指日可待。好。进去了，17步了，只差1步就能触碰到仙气了。集4位仙师之力，收服仙气有望啊！快看，仙气已经有所感应了，怕是马上要认主了。李阳，你不是说就算集4大祖师之力也难进2步之内吗？现在仙气已有反应，最终还是会落入4大祖师之手。你急什么？祖师们越强，反噬就越大。我看他们现在已经撑不过3秒。3、2、1。快退！这是9天雷劫，乃上天之怒，不是你我能抵挡得了的。如果再降下一刀，我们就会道修生灭，化为飞灰呀！昆仑掌门、方丈掌门2位祖师竟然遭受天雷惩罚，化为灰飞了。这仙气的威力竟然这么大，靠近2步之内，就连渡劫期的祖师都落得如此下场，连4大祖师都不能靠近。难道说这神器只有大成期的神仙才能驾驭吗？祖师，没想到我等也铩羽而归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仙气消失吗？我早说过，你们不是仙气的有缘之人，我才是。林阳，4位祖师都失败了，你竟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！就连渡劫期都无法靠近，你区区一个炼气，只怕是还没接近1步，就已经变成一抔黄土。林阳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狂妄了，仙气霸道，我等都不能靠近。你若是不想死，就放弃吧。林阳，既然你这么想尝试，不如你上前一试，我等着给你收尸。真是地狱无门，你自来逃。林阳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林少，别试了，4大祖师都身受重伤，万一你……林阳，牛头已经吹了，你别怕是不敢了吧？没错。刚才还理直气壮，还吹什么天地间，唯有你才是仙气的有缘之人，怎么到了跟前反倒不敢往前凑了？该不会是怕自己连5步都走不到，就死在这儿，丢人现眼了吧？你们放心，能收服仙气的人，只能是我。我是在激你，别上当。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能收服仙气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连4大祖师都有死有伤，万一你被神气所伤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亏得我刚才还高看了你一眼，这牛皮都吹出去了，怎么现在就怂了呢？那你们就等着看看我是怎么降服仙气，把混沌中纳入囊中的。还是少年心性，受不得激，意气用事，就这么平白丢了性命啊！可惜了他天生圣体仙灵根，若是放在寻常人身上，潜心修炼个3、5十载，肯定能成一方大能。金丹期以下难以靠近仙气，他一个炼气期，恐怕会直接被千钧之力压成血水吧。林少，
林阳，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！哎，早说了让他不要得意忘形，这下可好，仙气之威下，他只有化作血水的份儿了。他不应该在千钧之力的压制下化为一滩血水吗？这金丹期以下，所有人都无可避免。他一个炼气期，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？难道他真的是这仙气的有缘之人不成？有缘个屁！这小子说不定用了什么手段免遭灾难，等他再靠近几步，必遭天罚。那你可就看好了。7步了，已经踏入金丹期的极限了。小子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你就会被3昧真火焚烧，化为灰烬了。林阳，不管你刚才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不过你走不过7步。我劝你啊，趁着现在，赶紧向各大世家下跪求饶。倘若大家能够原谅你，便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没错，小子，你还是赶紧下跪道歉吧。毕竟这3昧真火呀，你阻挡不住。下跪不丢人。我就是仙气的有缘之人，别说7步，就是靠近混沌中也轻而易举。黄毛小儿还敢口出狂言，哼，也罢，再走一步，别让你尝尝这终生难忘的教训。3昧真火是3昧真火啊！小子，你不敬仙气，混沌中要降下惩罚了。林阳，你就去地狱里后悔不敬仙山，欺辱祖师，小瞧仙气之罪吧。你放心，等你化成飞灰，等我继承了林家之后，会给你收尸的啊！不对呀，3昧真火烧了这么久，林阳竟然一点事都没有。快看，林少身上的火焰变少了，真的变小了，马上都快灭掉了。这怎么可能？3昧真火竟然真的消失了？难道他在吸收3昧真火？这怎么可能？3昧真火可是仙气降下的天罚，他竟然能吸收。我说过，我才是仙气的有缘之人，仙气之威当然不能伤我半分。等等，林少的实力增强了，已经进入了金丹期，难道说他真的是神气的有缘之人？不过是侥幸罢了。林阳，趁现在赶紧退下来，还能保住一命。林阳，4大祖师都已经失败了，你就别再尝试了。就凭你这点实力，怎么可能进入仙气的3步之内？更别提收复仙气了。对，没错。人呐，贵有自知之明，4大祖师之力都失败了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一个炼气期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仙气之主了。若是再往前走一步，怕是会落得个被九幽之冰冰冻3尺，化作齑粉的下场。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一个废柴还想掌控混沌中，真是做梦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九幽之冰会把人冰做齑粉吗？他怎么一点情况都没有啊？11步了，连九幽之冰都被他吞噬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吞噬了九幽之冰，他的实力已经跃入元婴期。难道他真的是有缘之人？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还没死？他应该被九幽之冰冰做齑粉的。他怎么还活着呢？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他真的是有缘之人，我们林家的有缘之人竟然不是我，他怎么会有如此境遇？若他真是有缘之人，能掌控仙气，那我岂不是和将来能够登天门成仙的人退婚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处处都被我压一头，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是跟仙气有缘之人？我不信！14步了，九幽之木呢？九幽之木呢？不是要吞噬元神，魂飞魄散吗？我才不相信他是什么天命之人！九幽之木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就让你们看看
我是怎么收服此仙气的。九幽之梦是九幽之梦，林阳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，我就不相信你一个废物能够收服仙气。吞噬了，又吞噬了！林阳的实力竟已达到了化神期啊！恐怖如斯，他竟然能吸收仙气的能量，短时间内从炼气期成为化神期大能，不可限量，不可限量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够吸收仙气的能量，莫非林阳真的是天选之人不成？我就知道，我一定没有选错人。林少果然是能力非凡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天选之人，思想阵坏了，坏了！没错，一定是这思想阵坏了。他一个炼气期的废柴才能够走上去。坏了，真的假的？四大祖师刚才已经靠近了仙气，说不定是四大祖师的力量破坏了思想阵，现在这阵法坏了，谁都能进。怪不得他一个炼气期能走这么远，那现在岂不是谁都能靠近仙气，谁都有资格夺得混沌钟了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若是我们也能汲取仙气的能量，岂不是也能灵力暴涨，晋升化神大能？不错，我4人之力应该已经破坏了四象阵，才让这小子有可乘之机。快，别让他小子独占仙气！快上！给我上！我劝你们还是别异想天开了，四象阵根本没坏，你们敢上前一步，就是生死道消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既然这四象阵已被破坏，那所有人都有机会收复仙气。你这样说，是想将仙气据为己有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信则生，不信则死。林阳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我看你就是想独占仙气，才说这么多屁话。你一个炼气期都能吸收仙气灵力，走过14步。我们只会走得更远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呀！如果你们硬要上前，就好自为之吧，别到时候丢了小命，又跑来怪我。要丢小命的人是你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四象阵没坏？四象阵没坏，那他怎么可能会成功跨过去？难不成他真的能收服仙气登临仙位不成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岂配踩在我的头顶？二少，你先别急，不能不急嘛！林阳这个废物都已经走到仙气3步之内了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刚4大祖师都已经失败了，他绝对跨不过去那道坎，一定会被9天神雷击杀，化为飞灰，还妄想掌控仙气，做梦！那你们就瞪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收服仙气的。15步、16步、17步了！你看，他竟然跨过了我等无法跨过的距离，难道他就是和仙气有缘之人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此先天之宝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炼气期的废材所掌控？还有最后一步了，他不可能，他一定进不去，他一定会被仙气反噬的。不可能！连4大祖师都无法突破混沌钟的禁制，他林阳也配？他一定会在9天神雷之下灰飞烟灭，生死道消。林少，小心啊！像他这种狂妄自大、目空一切的废柴，就只配这种结果。林阳，我就在这儿看着你被9天神雷劈成飞灰。林阳，你等死吧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连雷劫之法都奈何不了他。还有2道雷劫，连仙门祖师们都承受不了，他一个废物不可能会活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吸收了9天雷劫的力量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不管你信不信，林少已经吸收了雷劫之力，只怕有机会接触到混沌钟，成为仙气之主。
这思想败坏，深受庆贺。这如此的异象，难道是混沌中有认主了吗？思想阵已经消失了，混沌中真的被他收服了。他收服了混沌中，他真的是仙气的有缘之人。太好了，林少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废物而已，他怎么能够收服仙气？错了，一定是哪里错了。他可是被我当做退魂的废物，他不可能是收服仙气之人，不能。那可是仙气呀，百奇之首，万宝不侵，悬于头顶之上，怎能立于不败之地？谁能够掌握了它，就能成为燕国的第一大宗门呐！好，我可以不计较你先前针对4大仙山得罪祖师，快把那仙气呈上来。没错，赶紧把混沌钟献上，我兴许还能允许你回林家。小子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只要你乖乖把仙气交上来，我就可以饶恕你之前的不敬之罪。你们这不是在明抢吗？堂堂仙门大宗，也太无耻了吧！哎，这怎么能叫抢呢？这分明是我蓬莱仙山赏给他一个接近仙门的机会。那我还得谢恩不成？哼！只要你乖乖交出仙气，以后你就是我蓬莱仙门的人。我们用天材地宝帮助你修炼，让你节节攀升。林阳，这可是你天大的机缘，你占了天大的便宜呀！林阳，你也不想和我们整个仙门作对吧？林阳，混沌钟这样的仙气，不是你炼气期这样的普通人能够驾驭的，不如交给我们4大仙山保管。不错。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就算得到了仙气，说不定也会被他人抢走。不如交给我们，此后你便是我们4大仙门之人，修炼秘籍、灵丹妙药随你取用，岂不妙哉？好啊，把强取豪夺说得这么合情合理，这就是你们仙门的一派作风吗？小子，不要不识好歹，交出仙气以后，有4大仙门相守。寻常人也奈何不得你，但若你今天执迷不悟，我们4大仙门之怒，你也是承受不起的。你们这群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林阳，就算你是这有缘之人又如何呀？这最后还不是要眼睁睁的把这仙气拱手让人？小子，识相的，现在乖乖的交出来，你还能全身而退，否则一会儿动起来，让你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林少，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把仙气给他们？林阳，看到了吗？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就算你说破天了，也跟你无缘。想让我交出混沌钟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只不过仙气面前众生平等，像你们这种道貌岸然、厚颜无耻的人，想掌控混沌钟，必遭反噬。小子，你辱骂我们也就算了，还敢辱骂祖师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小伙子，怀璧其罪，混沌钟在你手里，你未必受得住。只有交给我等，才会发挥出仙气最大的作用。哼，不错，就算你侥幸收服了仙气，说到底不过是个炼气期。若是其他世家眼红仙气，杀你夺宝，到最后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能如此不识好歹？好一群厚颜无耻，好一群不知好歹啊！你想要的话，就自己来抢。我倒还真想看看，这世上除了我，还有没有人能掌控混沌钟？别跟他那么多废话，一起上，杀林阳，夺仙气，上！林少，他们几大世家的家主最弱也是化神期的，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弟子，更别说还有2大祖师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我们真的能对抗得了他们吗？放心，有了混沌钟，我保证他们无法进我3步之内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
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李阳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这就是妖法。那你再看看这个呢？什么万劫之主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林阳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，竟然能控制他们的本命法器？神器一出，谁与争锋？你们的法器不过就是一堆破烂，在万气之尊面前，只能俯首称臣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仙气与你们无缘，唯我能享。李阳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肉体凡胎，怎么可能会和仙气有缘？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！小子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立刻斩断与仙气的连接与认主，还能留你一命。若是你立刻将你的仙气交予我2位祖师，我便传你无上心法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不配。小子，祖师给你机会，你还不乖乖献上神器？没错，要是等到祖师亲自去拿，就你那点修为，可保不住神器啊！你们仗着仙门势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如此强取豪夺，不够颜面！废话少说，若是你乖乖交出仙器，或许我们还能留你们一条性命。倘若是你们不识好歹不肯交，那就休怪我们翻脸无情。交出仙器！交出仙器！交出仙器！好，我交。什么？好，我交。小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交出混沌钟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于你。不仅能传你心法，还允你入我蓬莱门下。林少，你真的决定要交出这无上之宝？难道你就不怕他们背信弃义，对你下手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算你识时务。你放心，老夫绝不食言。蓬莱祖师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这混沌钟，就算我给你，只怕你拿不住啊。你尽管把混沌钟交给我，我能不能受得住，那就看我自己的本事了。那你可接好了。这就是仙气混沌钟，好浓郁的灵气啊！倘若我能将它拿下，必定灵力暴涨，迈入大成。我等提前恭贺祖师进入半神之境。林阳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混沌钟交给祖师？好啊，我这就给他。祖师，你可接好了。哎呀，祖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李阳，你是不是对仙气动了什么手脚？还不赶紧解除禁制，将仙气献给祖师？这你们让我交出仙气，我已经交出去了。至于祖师能不能拿得住，这得看祖师自己的造化了。难道是仙气排斥九尘道长？千钧之力压下，寻常人根本抵抗不住啊！快把钟给移开！什么？李阳，你还不赶紧把他移开！小子，赶紧移开仙气，伤害祖师之罪，承担不起！我已经把仙气给他了，我何罪之有啊？没错，你们这群人不要太过分了。既然你诚心诚意想给，为什么不解除禁制，让仙气归于祖师？我看你分明就是让祖师难堪。仙气有灵，有缘得之。这无缘者呀，无论我是再怎么解除限制，也是无法靠近仙气半步。每靠近一步，就有万钧之力降下。祖师，既然你想要这仙气，那就先好好感受感受吧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！你快把它弄走啊！哎，别！祖师，既然你想要这仙气啊，那就全当是我孝敬给你了。你可得啊，接好了。李阳，你敢如此戏弄我？你是想和我蓬莱仙门作对吗？小子，你竟还敢遮住祖师！李阳，得罪祖师，你不想活，别连累我们林家。哎呀，这一定是我交出仙气的速度还不够快，这才让祖师受上罪了。我这就把仙气交出去。
莲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贪婪，觊觎仙气，这才惹怒了仙气，降降罪罚。这不是我普通凡人能够承受的。快把仙气移开！我说祖师啊，你想要我就得给你，你不想要又让我收回去，你还真当我林阳是你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的人呢？这仙气，我还非给您不可了。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抢夺仙气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快把仙气移开，林阳，林少，快把神通收了吧！够！祖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混沌中认主非我不可。你们这群无缘之人想要掌控混沌中，做梦！林阳，一定是你刚才趁我不备偷袭，我才着了你的道。没错，刚才是我们疏于防范，若是我们齐心合力拿下仙气，不成问题。谁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没有解除和仙气的连接，才导致仙气难以靠近？只要仙气的主人死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仙气。只要仙气的主人死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仙气。杀林阳夺仙气，杀林阳夺仙气，杀林阳夺仙气，杀林阳夺仙气。你们，哎呀，哎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好像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压制着我，让我无法动弹，心生恐惧。这难道就是仙气的力量吗？竟然如此恐怖！林阳，你究竟是做了什么？还不赶紧撤了法术！你若是伤了我们龙城百姓豪家一根毫毛，你便是连天下修士作对，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啊！混沌中靠近3步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，还想来杀我夺宝，找死！按你们的道理，你们要杀我夺宝，我还得乖乖束手就擒呢。不夺了，我们不夺了，我这就撤出龙虎山，你赶紧收了仙气，放我们离开。放了你们？哼！以你们的人品，我放了你们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背信弃义，再返回来捅我一刀？林阳，你这是打定主意要和龙城百族与我4大仙门作对吗？林阳，你要是敢伤我们一根汗毛，到时候龙城百家都会与你为敌，就算你持有仙气，也无法抗衡。没错，你难道想和天下所有修士都作对不成？和我作对，你们也配？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混沌中真正的力量！我林阳已经不是前世那个任人拿捏的废柴了，重活一世，我要所有人拜倒在我的脚下，我要你们4大仙门龙城百家全部跪伏在我的面前。现在还有谁想收服这尊混沌中的？又有谁不承认我是万气之主的？我再问问，还有谁想杀了我，夺这个宝的？现场还有谁想收服混沌中的？尽管上前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见面礼，再有下次，我让你们灰飞烟灭，4大仙门也不例外。狂妄至极，狂妄至极，还敢辱我4大仙山，我要你的命！师尊，哎呀！尔等也是术士，修行100年，即将成仙，竟百般刁难一个小儿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反应贯耳，是谁？是谁？高获9重云，破团2道真，
玄门都领袖，一气化红军。一气化红军？难道你竟然是红军老祖？得见真容，我等荣幸啊！红军老祖，红军老祖，红军老祖第一剑，弟子盘古初开天，先有红军后有天，高压陆军还在前，这可是传说中的上神呐！红军老祖竟然是真神下界，不知何时劳动祖师亲下凡尘。老祖，上辈子就是老祖我玩下凡，救我一命并收我为徒，我才能活下来。没想到这辈子这么早就让我见到师父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红军老祖？没错，飞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，不归人王管，不服地府中，潇潇在在任我行，自自在在散圣仙。他就是红军老祖。今日仙气出世，居然有上神降临，实在是我等的荣幸啊！红军老祖不是早就不问世事，怎么今日亲临凡尘？难道是这尘世间出了什么大事，惊动了上天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小子狂妄自大，惹怒了上神，上神亲临，亲自处罚他。小子，红军老祖在此，你还不下跪求饶？本座面前也敢淫淫狂吠！师父，敢问老祖何故称我蓬莱弟子啊？你们教徒无方，败坏修仙者的名声，修行100年，却只知道欺凌弱小。今日便剥夺你们的修仙资格，以后永世再无资格登仙路开天门。今日便剥夺你们的修仙资格，以后永世再无资格登仙路开天门。什么？老祖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亲眼所见，难道还有误会？我们只是管教了一下小辈，怎能引来如此雷霆之怒？管教？想要杀人夺宝的，难道不是你们？世事凌人的，难道不是你们？仗着自己的修为多活了那么几年，就欺压弱小的，难道不是你们？这修仙者应当福泽百姓，庇佑众生，可你们呢，就知道仗势欺人，剥夺修仙资格，还算是轻饶了你们，就应该如九幽地狱，尝遍18种惩罚。我等知错，还请老祖高抬贵手。我等知错，还请上神网开一面。求上神网开一面。罢了，本想剥夺你们的100年修为，看在你们有心悔改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们一次。切记，要欠心向善，否则我必将亲临凡尘。多谢祖师，多谢祖师宽宏大量。弟子一径潜心向善，好好修炼，必有一方百姓福泽天下。你便是收复混沌中的有缘之人。红军老祖，正是在下。你与我有缘，你可愿意拜我为师啊？你可愿意拜我为师啊？没想到重生一世，就算和上一世经历完全不同，我竟还能重新拜在红军老祖门下，太好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既然被红军老祖给看上了，那他飞升成仙，
岂不是指日可待了？哎呀，我们究竟是惹怒了什么人呢？他竟然成为了红军老祖的弟子，这以后要是对付我们龙城世家，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难怪羚羊不愿拜我等为师，原来他另有仙缘呐！能够被红军老祖收为弟子，别说拜我等为师，就是收我等为徒，他也有资格呀。是我等太过高傲，太过狂妄，太过嚣张，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得罪贵人呐！林少，太好了，你居然有缘能成为红军老祖的弟子，快下跪拜师吧！弟子羚羊拜见祖师，请祖师收我为徒。好，你与本教有缘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红军的徒弟了。如今，我把修炼心法传授给你，待你他日登临仙门，再来找我。上辈子我只是一个练气，老祖传授的都是基础的修炼功法，这辈子提前进入渡劫期，功法也不相同。翻云覆雨手、道法心经都是上等极品啊！我马上就得重登仙位了，这些凡夫俗子不配知道消息。如今我便抹除尔等的记忆，切记要潜心向善，否则必遭天罚。恭送师傅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事儿？千雪淋漓过地，想必已经忘记了老祖下界的事儿。没什么，反正混沌钟我们现在已经到手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羚羊呢？这小子竟然趁我们不备，带着仙气跑了！狂妄至极，狂妄至极！我怎么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？祖师，这小子打了我们龙城百族的脸，难道就这么轻易放过他吗？哎呀，对呀，要是就这样让这小子安全离开的话，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呐？我们几大世家倒没所谓，只是这小子打了四大仙山的脸，这要是轻易放过这小子，外界如何评价？那岂不沦为笑柄？是啊，我们四大仙山折死了2位祖师，这没想到仙气还是被羚羊这小子不声不响的拿走了。2位祖师，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他呀！我等乃仙门祖师，岂能和小辈一般见识？罢了。祖师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了？我们好歹是一宗之长，一派之祖，若是传出去，和一个小辈纠缠不休，世人将如何议论我们？既然仙气已经认主，就各自散去吧。不行，要是就这么放过他，那等他成长起来，我们就再无打压他的可能了。2位祖师留步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怎么，仙气落入你林家，你倒是不愿意了？2位祖师，这自从仙门大会结束之后，弟子就已入仙门，自然要与仙门共进退啊！羚羊此子桀骜不驯，狂妄自大，这仙气要是在他手里，那可是终有一天会闯下弥天大祸呀！弟子觉得还是应该交给仙门管理。对，羚羊他有灵根，却不入仙门，不被掌控，那就是一枚定时炸弹，必须要被抹除掉。羚羊此子太过狂妄，日后行走天下必然会吃亏。若是他仗着手持仙气就目中无人，看来我们二老还是要给他一些教训，提点一下。你说的有些道理，我们还要为天下百姓着想。如果他手持仙气危及百姓，那就糟了。祖师所言极是，
四大仙门乃修士之巅，林阳他竟敢如此轻视我们，一定要让此子付出代价。只是二位祖师，林阳已经离开了，我们总不能大张旗鼓的杀到林家吧？林阳碰巧得到了混沌钟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这般狂妄自大、肆意妄为，最终还是会死路一条。我孙家一定出一份力，将此等恶贼就地诛杀。是我萧家也出一份力，斩除妖孽。没错，我柳家也理出一份力，斩除妖孽。手持仙器胁迫龙城百家下跪，不仁不义。我林家就当没有这个孽畜，各位家主只管下手，不必顾忌。好，哎，各位不要杀心太重，此子只是性格恶劣，脾气暴躁，有些狂妄罢了。本性说不定不坏，我们只需矫正一下，无需徒增杀孽。祖师，你应该不会是想要放过他吧？这个时候咱们可不能心软。是啊，这小子手拿混沌钟，对仙门不敬，还敢针对龙城百家。祖师，这个时候如果您对他心软，那就是对自己心狠呐！保不齐哪一天这小子就闯出了弥天大祸呀！没错，各位稍安勿躁，此子心性极高，个性狂妄，我们自然不能放过。万一哪天他闯下了大祸，危及百姓，那就坏了。只是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行啊。那祖师的意思是，不如这样。过几日，我们举办一场试炼大会。林阳他虽未入仙门，不曾修炼，但是他有仙根，也算是修士。到时候，我们便可派出门中得意弟子，一挫他的锐气。那时林阳若肯下跪，给我百家赔罪，并且交出混沌钟，自封灵脉，自废修为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放他一马。若不然，我们定会替天行道。此主意甚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3日之后，试炼大会开始，龙城百家一定要前来参加。林阳，这回我看你怎么死！林少，你拿走了混沌钟，四大仙门和龙城百家会不会偷偷的对付我们呀？你放心吧，经此一事，张九成和绝灭这2个人，绝不敢再让手下肆意妄为。你为什么这么确信？因为他们2个不敢再找我麻烦。有红军老祖敲打一番，接下来应该能清静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正好可以研究一下师父传授给我的各项心法。可是，就算2位祖师愿意放过你，但4大仙门因为这个仙气已经损失了2位祖师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你，让你带着仙气离开的。4大仙门不过竟是一些庸才罢了，来一个我就灭一个，来一对，那我就灭一双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闯下了滔天大祸，竟然还这么大的口气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呀！连成坤、苏妍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是在龙虎山吃的苦头还不够吗？这是林家，我家，这以后都是我的资产。倒是你啊，一个林家弃子，为何赖在我林家不走啊？想把我驱逐出林家？你个私生子，一个妾生的庶子，也配跟我提继承林家？我告诉你，只有我能带林家飞黄腾达，交给你，林家只会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林阳，你惹怒了龙城百家，还得罪了4大仙山，给林家带来了滔天大祸，还好意思说带着林家走向飞黄腾达？我看林家在你手里才会慢慢歼灭。哎呀，别忘了正事，咱们来可是为了送请柬。请柬？什么请柬？林阳，4大仙山联合举办了试炼大会，3天之后在蓬莱仙山举行，所有修炼者都必须参加。试炼大会，上辈子为了夺宝，4大仙门和龙城百家损失惨重，并没有举办试炼大会啊。林少，往年的试炼大会，很多参赛者都是假借比赛之名打击对手，死伤者无数。我看这场试炼大会一定是故意针对你的。我们带来了试炼大会的请柬，林阳，敢不敢接？什么试炼大会？我看这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。林少，他们在故意针对你，你若是去了，就是羊入虎口。林阳，你是不敢了吧？也是，之前在龙虎山上你得罪了那么多人，怎么现在知道怂，晚了。没有祖师的首肯，
你们俩是怎么敢举办试炼大会的？真不怕祖师怪罪责罚下来啊！林阳，你少拿祖师压我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这一次在龙虎山上得罪了4大仙山，2位祖师也被你羞辱。这一次的试炼大会呢，就是2位祖师亲自举办的，所以你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这试炼大会根本就是一个幌子，是你们想要夺走混沌钟，才用这种方法逼林少参加。林阳，你该不会是真害怕了吧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解除婚约吗？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懦夫，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那天在龙虎山上说了那么多大话，得罪了4大仙山和龙城百家，怎么现在龟缩在家里不敢动了？林少，你千万不能答应，这分明就是在故意针对你。没想到张九成和绝灭也没能保存下记忆，看来是只顾着欺压百姓修行还不够。既然他们得寸进尺，也是时候清理一下这些修者了。好啊，既然他们2个想让我参加，那我林阳接替。那什么？你答应了？林阳，你还真不怕死啊？林阳，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次参加试炼大会的可都是各路高手，最差的也是金丹期，而你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个炼气期，到那里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林少，你若是能潜心修炼，以你的修炼圣体，再加上仙气的加持，只怕用不了多久就能参悟大道。他们现在就是看你还没有成长起来，想要趁机抹杀天骄。林阳，谁让你得罪了4大仙山，还惹怒了龙城百家？太过于张狂，就算是天骄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过幸亏我跟你退婚的早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苏家怕是也只会遭到百家报复吧。哎呀，祖师已经多次给过你机会，只要你肯下跪道歉，并且交出法宝，就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可是你非但不道歉，反而更加的肆意妄为。林少，这英雄帖一阶可就没有退路了，你太冲动了。你放心吧，就这一些个小人，伤不了我半分。狂妄！好，拿了这个帖子，3日之后就必须要去参加试炼大会，否则会遭到全燕国修仙者的追杀。好啊，3日之后，我必定会出现在修炼大会上。既然这2大祖师为老不尊，修者呢又仗势欺人，那我看这修仙界也该好好整治一番了。试炼大会开启时间已到，这林阳怎么还没有来？长老，2位祖师，我已经亲自把英雄帖送到了林阳手中。这林阳怕是已经吓得尿裤子，不敢来了吧？当初他大放厥词，如今这试炼大会反倒是怕了，不敢来了。一群小小而已，我还能怕你们了？你还真是找死啊！敢这么跟赵长老讲话？林阳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如此狂妄？罢了，今日是试炼大会，燕国所有的修行者都会参加。林阳，你既然来了，自然也是要参加的。各位，我们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，赶紧开始比赛吧。既然是比赛，那就得有个规矩。比赛场上刀剑无眼，生死各有天命，赢者有资格处理输者的所有法器法宝，公平公正。各位可有什么意见？回鬼胎，林阳，你可有异议？异议？我没什么异议，赶紧让比试开始吧。好，吉时已到，开擂台，立结界，试炼大会开始。各位，既然今天这试炼大会啊，就是为了针对我，那咱们也别兜兜弯弯的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第一个来，有谁敢上前挑战？哎呀，林阳，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次试炼大会上多的是元婴化神以上的修炼者，你几天之前还不过是一个炼气期，就算是吸收了仙气的灵气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融合。没错，就算你体内的灵气已经达到了渡劫期，但依旧比不过金丹。今天上场，你就等死吧！我不是针对某个人啊，我是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垃圾。
就是你们祖师亲自来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好大的口气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知悔改？哼！我看得亏是2位祖师心软，才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若是我，定会召集4大仙山之力，将你这等狂妄之徒诛杀于此。这小子简直嚣张至极，枉费祖师一片好心。今天我便第一个上场教训教训你。张晨师兄，他的修为可是已经到了元婴期，更是昆仑掌门的得意弟子。没错，他的修为远超同期师兄弟，恐怕过不了2招，林阳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了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就凭他的水平，别说近我的身了，就是让他一只手，又能如何呢？我劝你啊，最好拿出全部实力，否则在我的雷火之下，你必化为飞灰，魂飞魄散。对付你，还不需使出我的全部实力，一只手足够了。嚣张至极！你嚣张至极！林阳，没想到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嘴硬。林少，可要小心啊，他可是少年英才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没错，张晨可是昆仑祖师的得意门生，虽然说刚过元婴期，但是比起元婴期的前辈丝毫不差。林阳，你输定了，现在认输还能免遭痛苦。认输？就凭他这水平，恐怕他连我3步之内都进不了。好，我看待会儿在张晨师兄9天雷火下，你身体化成飞灰，只怕你那张嘴都是硬的。林阳，祖师给你留有一线生机，你还不识好歹？认输不过就是丢一点面子而已，不认输便会丢了你的命。交出仙器，并向4大仙门龙城百家磕头谢罪，本尊便可出手保你性命。林阳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4大仙门龙城百家，你们这些年也在燕国作威作福了不少吧？我本不欲和你们计较，你们却跟我纠缠不休。也罢，今天处理完这小子，我再来清理你们龙城百家和4大仙门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今天在座的人谁都跑不了，我说的。找死！今日这擂台便是你的断头台，林阳，你就等着死在9天神雷之下。林阳，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。9天神雷！小子，你就等死吧！可惜了他的修炼圣体仙灵根呐！要是我草进了仙门，潜心修为，将来有可能得道成仙呐！用不着可惜，这就是像他这种嚣张之人应有的结局。快看，9天神雷发生变化，林阳要化作焦炭了。林少居然毫发无伤，这些雷电正在融入他的身体，变成林阳自己的灵力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吞噬我的9天神雷？就这点实力，还想来教训我呀？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吸收多少道能。 9天玄沙化作神雷，煌煌天威，一剑一之。林阳，你等着化为焦炭吧。还是毫发无伤啊！这9天神雷看起来威力如此之大，世间万物在雷击之下都能化作齑粉，为什么林阳还是毫发无伤？他难道真的有如此强横的实力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的9天神雷足以把一切燃烧殆尽。你怎么连头发丝都没有受伤？那是因为我的仙灵根啊，先天克制你的5行灵根，而我的混沌钟又克制天下万气，就凭几道雷击也想伤到我？再练个几百年吧。怪不得这小子竟然如此嚣张！9天雷劫之下，他竟然安然无恙。不过是占了仙气和灵根的便宜，论实力，他未必比得过张晨。听我一句劝，现在下台认输还来得及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你还敢羞辱我？你只管使出你全部本事，你看我扛不扛得住？我早就说过，对付你，一只手就够。
够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功法？居然能把人变小？翻云覆雨手，这不是红军老祖的招数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定是仿冒之术罢了。红军老祖法术精妙，岂是此等废柴能学得会的？不错，不错。说起红军老祖，我怎么总感觉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一样？我也一样，总感觉冥冥之中，红军老祖有神谕降下，但是又模模糊糊记不清楚。隐约中是老祖告诫我们要潜心向善，不得欺压他人，仗势伤人。可是我等向来恪守本分，从来都是福泽黎民，什么时候仗势欺人过？今日针对此人，不过是担心其日后成为祸害，意在拯救黎民苍生。相信红军老祖自能明鉴。抢夺仙器，也是因为仙器只有在我们手中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，才能庇佑一方百姓，抵挡外贼入侵。张晨，莫慌，稳住心神。不过看着唬人罢了，估计也没什么威力。没错，张晨师兄，你请往前跑几步，跑出这大招。这个首长不过数丈远而已，怎么跑了半天跑不出去啊？张晨，你莫要心慌，这翻云覆雨手需要巨大的灵力支撑，他一个刚刚修行的废柴，绝对不可能有太大的威力。你且尽力一试。祖师，遵命。林阳不过就是学了一点皮毛罢了，也就只会用这种浮夸的东西出来唬人。华而不实的东西能有什么用啊？等到最后灵力耗尽，还不是要死在这擂台上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死在台上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咱们两个是亲兄弟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错就改，没想到啊，你不领情。就是，二爷不过就是为了你好，怕你和祖师结仇，才让你早早的下跪求饶，然后交出仙器。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的狂妄自大，不识好歹。能有今日，都是你活该！好一个颠倒黑白啊！只怕我交出仙器那一刻，你们这群小人就会把我吞噬殆尽，挫骨扬灰了吧？什么祖师，不过就是一帮利欲熏心之徒罢了。哼！你还敢辱骂祖师？带我出去，定将你斩杀致死！走！走！还是等你先能出来再说吧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一月少说得10几丈，怎么可能翻不出一个区区的首长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早就说了，对付你一只手掌就够了。就算你把18般武艺都使出来，也逃不出我这五指山。我早就说了，对付你一只手掌就够了。就算你把18般武艺都使出来，也逃不出我这五指山。张全！他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啊！林阳不过就是一个我不要的废柴吗？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实力就暴涨到如此地步，还能随手就灭掉一个元婴级的高手？太好了，林少对上一个元婴期的高手，竟然也能毫发无伤。跟他的主人一样，不堪一击。这可是上等的法器啊！竟然被这小子轻易给损毁了！哎呀，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林阳，你竟然敢伤害昆仑仙山的大弟子，还敢损坏其法器！这可是试炼大会啊！赛前我们都签了生死状了，而且不是你们说的吗？刀剑无眼，生死有命，规矩也是你们定的呀。胜者有权处置败者法器，怎么？我怎么处置这件法器，用得着你来多事吗？你再说了，我早就劝他认输退出，是他自己狂妄自大，不知好歹呀！你什么你？你要是不服，尽管上前。这场比试，我林阳奉陪到底。
你什么你？你要是不服，尽管上前。这场比试，我林阳奉陪到底。我刚入仙门，还没开始修炼，怎可上擂台比试啊？我来。林阳，你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迟早会遁入魔道。我今天就收回仙气，替这百家教训你。你话说的倒是真好听啊，不过我看遁入魔道的是你们这群阴险小人吧？你竟然还敢辱骂仙姑，这次你死定了！红莲仙姑已是化神期的修为，在同辈之中已无敌手。哼，林阳，就算之前让你侥幸赢了一场，但这一场你绝不可能赢。红灵现在已经是化神巅峰，就算是渡劫期的，现在能赢得过他的，那也是凤毛麟角。实力如此的超群，这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！有红灵出手，这场比试怕是必赢。我早就看你这家伙不顺眼了，我今日就替张晨报个仇，煞一煞你的威风。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当日在龙虎山是因为我不在，才侥幸让你拿了仙气。到如今，这仙气该物归原主了吧？那你还是先试试我这翻云覆雨手吧。区区一个翻云覆雨手就想困住我，休想！上一个说这种大话的人，现在都已经化成一捧飞灰了。要是你现在认输的话，还不至于跟他落得一个下场。别拿他跟我比，我啊可是修仙界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。我从10岁开始修仙。15年间，已经到了化神界的顶峰。我倒是想劝你趁早投降，否则待会儿跪下求饶，我也不会饶过你。你口气倒是不小啊！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别说是让我跪下求饶了，就算你使出全部的实力，恐怕也难进我一步。有这说大话的功夫，不如先试试我这翻云覆雨手吧。雕虫小技，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张晨走不出来，是因为他道行浅。就你这点3脚猫的功夫，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的。你不过就是仗着之前吸收了仙气的力量，短时间内能够提升灵力罢，又怎么可能和仙姑脚踏实地修炼出的灵力相比较呢？小辈之中能打败林阳的，恐怕就只有红灵了。当然，红灵可是我峨眉一派倾其所有力量培养出来的精英，打败区区林阳自然不在话下。林阳，你就等我破了你的翻云覆雨手之后，轻松的击溃你吧。如你所愿。速地千里，变大了，变大了！不愧是红灵仙姑，这种3脚猫的功夫，在她眼里根本不够看。哎，真不愧是仙姑啊！如此简单便破了林阳的阵法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小手段都是徒劳。林阳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啊？刚才还笑得出口，现在怎么没声了？难道是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笑不出来了？林少，你可还有什么后招？赶紧使出来吧！后招？他还能有什么后招呀？怕是现在吓得都快要尿裤子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刚刚明明已经使出了祖传秘法缩地千里，能瞬间移动到千里之外，怎么连一个手掌都翻不过去？千里之外？那岂不是说这只手能跨越千里空间？我不信！缩地千里，缩地千里，缩地千里！还有什么招数都尽管使出来吧。不过，就算等你灵力耗尽，你也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半步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现在跪地求饶，认输退出擂台，否则的话，杀无赦无。你少得意了，我出不去，不代表我不能召唤外面的东西来杀了你。万剑阵。万剑阵法可以自动追踪，避无可避。这可是上等法器，剑气所过之处就会使人千疮百孔。如此大的阵势，这林阳恐怕要被砍成肉泥了。林阳这次可逃不掉了。当初你辱没4大仙山，侮辱本仙姑时，可曾想过今日啊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不过就是些小把戏嘛。我的法器居然不受控制了，
万剑阵去！万剑阵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可是红灵的本命法器，竟然不听指挥！难道是距离太远，法器听不到号令？万剑阵！这怎么可能？红灵仙姑的剑竟然隐约有了重新认主的迹象。难道这剑阵想要抛弃原主，另立新主？林阳，你居然敢操控我的本命法器，快还给我，我饶你不死！好啊，我这就把剑还给你。现在还有谁敢上前与我比试啊？红灵仙姑竟然也死了，这林阳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这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啊？林阳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呢？我和他退婚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，这怎么才过了几天，实力就变得如此的恐怖？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我来！我来！看来只有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亲自出马了。两位祖师竟然要同时出手！林阳实力就算再怎么强，还又能如何？终究是比不过两位祖师合力一击。就算他是天之骄子，终究是死路一条。林阳，你还是得意的太早了，等死吧！你们这不是耍赖吗？这是修仙者的试炼大会，两位祖师居然欺负一个新人！哎，这怎么能叫欺负呢？这分明是在指导林阳的功法而已，对吧？没错，是谁规定这试炼大会祖师不能亲自下场的？林阳既然如此的狂妄，当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你这分明就是狡辩！哎，要怪就怪他林阳不知道见好就收，还挑衅四大仙山和两位祖师，他该死！林阳，我们二人真心仁厚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立刻下跪自裁，给两位师姐师弟赔罪，你还能免遭痛苦。你们俩连我的五指山都翻不出，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区两个倚老卖老的厚颜无耻之徒，不配让我下跪呀！实在是无可救药。两位祖师不必与他废话，直接动手。林阳啊林阳，老祖屡次想要拯救你，没想到你还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现在后悔，只怕是迟了。请老祖出手，废了他的修为，将他的灵魂打入九幽地狱。请老祖出手！请老祖出手！请老祖出手！各位，这小子狂妄至极，待我们破了这阵法，再给他一些教训。此阵法也好破，只要我们二人一人朝东，一人朝西，奋力奔跑，此阵法必然崩溃。哎呀，我劝你们俩呀，还是别异想天开了，你们是逃不出我这五指山的。你小子还是太过无知，对我们化神期修为丝毫不了解。虚剑，我们便可以穿过燕国的每一寸土地。你的手掌再大，能大到哪里去呢？难道真的能漫无边际吗？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现在呢，在我手心里跪地认输，这样呢，出来之后好好潜心修炼，造福燕国一方百姓，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。林阳，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竟然敢让祖师下跪求饶，欺辱祖师，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今日你必化为飞灰，灵魂永坠九幽地狱，受尽万千折磨，永不往生。用不着和他白费唇舌，成与不成，我们二人一时便知。动起来了！两位祖师眨眼间便可踏遍燕国河山，想必跑出一个五指山也不在话下。都瞪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，看着林阳怎么被祖师击败！动起来了！两位祖师眨眼间便可踏遍燕国河山，想必跑出一个五指山也不在话下。都瞪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，看着林阳怎么被祖师击败！喂，怎么回事？我劝你们俩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不管再试多少遍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再来。这不可能！我们刚才离界下已经穿过了燕国的每一寸土地，这怎么又回到原处了呢？难道
这真是红军老祖所创的翻云覆雨手不成？看来你们两个是真的不知错呀！我们二人何罪之有？我们乃4大仙山祖师，你非但不敬重我们，还侮辱我们，我看你才是罪人。看来你们两个是真的把红军老祖的话抛之脑后，丝毫不准备践行诺言呀！什么红军老祖？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们二人一直倾心向善，何罪之有？好，那我问你们两个，你们占用天下资源，可曾真的普度过众生啊？我可曾真的福泽过百姓？这可曾认真教授弟子？可曾真的为天下人谋过福利？我们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也不必如此高高在上，咄咄逼人。没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们占用资源，也是为了称仙得道，到时候有更大的力量去保护世人，还是为了普罗大众，何罪有之？到现在你们还不知错，还敢为自己找借口？你们身居高位，半步神仙，当是为世人尽一份心，出一份力。没想到你们为了自己的私心，不知道干了多少丧心病狂之事。李阳，你个修士也敢反问祖师？待我们出了这五指山，定叫你飞灰烟灭！事到如今还不知反悔，看来今天我是留你们不得了。李阳，竟如此丧心病狂啊！两位祖师，难道也惨遭毒手了吗？哎呀！祖师，两位祖师，你没事吧？二位祖师，没事吧？李阳，你少得意。即便你能打败我们，4大仙山开派仙师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倒还真想看看他们能怎么不放过我。你简直是不知死活！蓬莱峨眉的开派仙师早已得道成仙，下凡灭了你，那简直易如反掌。弟子张九成恭迎蓬莱开派仙师9天道魔真君驾临凡尘。弟子绝灭，恭迎峨眉开山仙祖9天玄女娘娘驾临凡尘，替弟子清除孽障，还天下太平。尔等因何召唤？大罗机械教师，快叩拜2位机械！拜见2位上神。2个大罗金仙，这就是你们仙山最后的底牌了。李阳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2位上神下临凡间，你不下跪迎接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李阳，你是想坠入畜生道，永世不得翻身吗？尔等为何法力受损，灵气缺失？回禀9天玄女娘娘，都是林阳此小人不敬仙门，欺辱修士，还请娘娘和真君替我们净除妖孽。区一个人类，也配让我们2人出手？罢了，既然召唤出了我们，便帮他们一帮。不过渡劫期的修士，弹指可灭罢了。怪不得你们有恃无恐，原来是上头还有人撑腰。没想到你们这群神仙受了无数的香火供奉，非但没有福泽百姓庇佑人间，反倒是包庇这群孽徒，做尽有违天道之事。黄口小儿也敢不敬上神？什么上神？不过是一帮唯利是图的小人罢了。今日我林阳就踏破你们的仙宫神殿，让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神仙堕入凡间。